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，今天呢又来带大家看一下如何使用 iPhone 的相机。iPhone 的相机呢，随着每一代新手机推出，不断的在进步。相信有换新 iPhone 的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有感吧。所以如果你不太熟悉 iPhone 的相机界面，或者是如果你是 iPhone 的新手的话，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一下如何使用相机吧。首先呢，去找到你的 iPhone 相机，把它打开。这边呢就会马上进入拍照的画面。那你看到上面呢有非常多的按钮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每个按钮代表的意义是什么。首先呢，右上角这个有很多圆圈的这个呢是原框模式。原框模式是什么呢？它其实就是连拍。举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就是我们常常拍到别人眨眼。那如果开了这个原框模式之后呢，我们事后就可以去挑选那张没有眨眼的照片。那虽然我说这个原框照片它是连拍，但是它最后只会存成一张照片哦。我示范给大家看，例如说我现在拍一张照片，然后我直接来看一下这张照片，这边就会显示它是一张原框照片。那例如说今天这张照片你眨了眼的话，那要怎么做修改呢？就是进到编辑，然后里面呢，你去看到下面有一个原框照片的这个指标，点进去。点进去之后，你会看到说它其实是有很多张照片组成的。这边你就可以去选一个比较完美的时间点当成它的主要照片。所以把这个原框照片开启之后呢，你事后要来做很多微调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左边有一个 RAW 的符号，这个功能呢是 Apple Pro RAW， 只有 iPhone 12 Pro 系列才有。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就是你拍照的时候，它会把它存成 RAW 档。RAW 档可以保留照片大量的细节，让你事后要去修图非常的方便。不过这部分呢是属于比较进阶的功能啦。那如果你刚好拿的也是 iPhone 12 Pro 系列的话呢，等一下我也会教大家如何把这个 RAW 叫出来。那接下来看一下左边的有一个闪光灯的符号，这边你就可以直接去点它，把闪光灯叫出来。然后接下来呢，闪光灯旁边其实也有一个隐藏的符号，是只有在光源不足的时候才会出现的，就是夜拍模式。它是用来干嘛的呢？就是在光源不足的时候呢，帮你加强曝光。那你点下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去调整它曝光的长短。如果你没有去调整的话，它就是会停在自动这样子。然后最长的话是现在是1秒，最长好像是可以到30秒。如果你是固定在脚架上面的话，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拍星星的话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功能打开，然后把曝光调到最长。那上面这边的符号讲完了，我们来讲一下下面的符号代表什么意思。这边你很快看到有3个倍数，这个 2.5 是放大，左边呢是 0.5 就是广角，变超广角。那除了这2个超广跟放大之外呢，你还可以长按其中一个倍数，然后里面就可以去做比较细部的调整。想要回复到预设值的话，就按一下这个1，这样就回来了。除了调整镜头的倍数之外呢，你还可以在景观窗里面往上滑，就会有更多的设定可以选择。那这边这2个左边的符号上面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一个是闪光灯，一个是原框照片，然后第3个是尺寸。不过呢 ，iPhone 它的尺寸其实就是预设在4:3，你就算选择正方形或者是16:9，它最后都是用4:3下去裁切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这个加减号是曝光值，不过这个选项我几乎是没有用过的啦。按一下这个加减号，它就会回来了。回来这个主画面，然后下一个是拍照计时器。这边的话，如果你想要拍团体照啊，或者是放在远方自拍的话，你就可以在这边计时。然后下一个是滤镜，就是这边你可以去选滤镜，不过这个东西是可以后置的，所以没有什么差别，平常不太会用到。然后滤镜的后面呢，还隐藏了一个 Apple Pro RAW， 那我刚才已经讲过，这个是 iPhone 12 Pro 系列才有的。那这边用完之后，你想要把它缩回去的话，你就再滑一下景观窗，它就会回去了。然后拍照的按钮其实也是有玄机的哦，平常你就只是按一下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呢，你想要快速录影的话，你可以按住这个拍照键，然后往左拖，它就会开始录影了。那录影的同时，如果你想要拍照的话，也可以点选右边的这个按钮，它就会拍照。那今天如果你想要连拍的话，要怎么做呢？你就直接把这个拍照键往左拉，它就开始连拍了。那注意一下，不要长按这个按钮，因为它长按就会开始录影。所以如果你要连拍的话，动作要有一点快，就是直接把它往左拉。那拍照这边界面讲完，我们来讲一下录影的部分。录影就是这个，点进去。然后里面它设定是比拍照少的，那看到上面这边有一个闪光灯，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补光灯的功能啊，它会把它打开。
然后看到右边这边呢有一个 4K 跟24，你点下去就可以直接做改变。那这个 HD 跟 4K 是差在哪了？就是它的画质跟档案大小。一般人其实拍 HD 的影片，它的画质就非常好了，而且档案不会非常大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拍的是 4K 的话，要非常小心你的手机容量够不够放。然后再来看一下右边的这个帧数24、30跟60，你可以看一下你拍摄当下的场景是怎样。动作越快，你就可以选择越高的帧数。那平常我拍影片其实都是停留在24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画面看起来是比较柔和的。然后下面呢，你一样可以选择镜头的倍率，2.5的话就是长焦嘛，然后0.5就广角。那你可以发现说它的颜色怎么拍出来不一样，主要就是因为你选择的镜头不一样。然后这边这个旋转按钮呢是自拍，应该不用再多讲了。那接下来如果你想要切换到其他的相机模式的话，你就在景观窗这边往内滑，它就会出现了。哇，发生了一件糗事，就是现在呢，我的相机这边有一点过烫，所以它的萤幕竟然给我调降亮度了，实在是非常的尴尬。我刚才重新开机之后，这个亮度终于正常了。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慢动作部分。慢动作上面的这个可以选择的地方非常的少，它就只能选择这个帧率，有分120跟240，就看你的动作的快慢。比较慢的话就选120，比较快的话就选240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人像模式，就是今天如果你是要拍人像的话，就可以选择这个模式。而且现在呢 ，iPhone 12 Pro 系列加入了这个 LiDAR， 所以它背景虚化的能力又更强了。而且它背景虚化的程度是可以去做调整的，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 F。那调错也没关系，事后你也可以去相簿里面做调整。然后这边你可以选择它不同的模式。那一般来说，大家都是会选择普通的自然光居多。然后下一个呢，我们来讲全景。全景的话，它这边有一个箭头，你按一下就可以从不同的地方开始。你按下去之后，你就要开始往左，然后让那个箭头保持在中线。然后这样拍完之后，就会变成一张全景的照片了。然后最后一个缩时摄影呢，大家可以在拍夕阳啊、日出，或者是你想要拍夜景的时候，都可以用这个缩时摄影。那建议大家可以放在固定的位置，有脚架当然是最好咯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到相簿里面的照片。例如说，今天你对这张照片不是很满意的话，你就可以按一下编辑。这边你就可以去调它的亮度，或者是你可以按一下这个自动 iPhone， 它就会帮你自动修图了。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这边做裁剪，就是说今天你4:3想要切成16:9的话，你就按一下裁剪，然后按一下上方的这个很多格子，有没有？这边呢，它就会让你做选择了，然后再选一下这个9:16，它就会切成这样子的大小。另外呢，也可以按一下左边的这个翻转。非常的方便。完成编辑之后呢，也不要忘记按一下右下角的完成，这样才会存档。然后再来呢，例如说你今天想要把这张照片传给你的家人，在 LINE 里面啊，或者是 email 的话，你就按一下左下角的分享键。左边呢看 AirDrop， 如果今天你朋友就在你旁边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用 AirDrop 传给他。另外呢，也可以选择 LINE 啊，或者是简讯等等的。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可以把它加入相簿跟隐藏。今天如果你想要对你的相片做分类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加入相簿，或者是今天是一个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的话，你就可以按隐藏。那隐藏完之后，它会出现在哪里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按一下所有照片，然后进到相簿这边，对不对？按一下相簿，然后滑到最下面，这边你就会看到一个已隐藏，点进去就是你平常隐藏起来的照片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你今天是 iPhone 12 Pro 系列的使用者的话，要如何把 Apple Pro RAW 的功能打开。刚才已经讲过了，这个 RAW 它是一个照片的储存格式。那这个选项在哪里呢？首先去找出你的设定，设定打开之后去找到相机，里面找到格式。里面就有一个 Apple Pro RAW 的这个选项，可以把它开启。那上次呢，我对这个 Apple Pro RAW 也做过测试，刚拍完照是不会有任何差别的，只有在后置呢才有明显的差距。所以就看大家会不会使用到这个功能，可以来把它打开。那我们今天的相机使用教学到这边，大家有没有学起来了呢？那因为今天的教学属于比较初阶的，如果你有其他的需求的话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